你好，我是夏栋，欢迎来到论证与说服50讲。从今天这一讲开始啊，我们就进入到论证与说服这门功夫的内功心法的修炼，那就是你的论证要符合逻辑，是讲得通道理的，而逻辑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好，我们先从一个论证长什么样，有哪些组成部分开始讲。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拿出这门课一开始就跟大家展示过的论证结构图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论证有3个要件：主张、前提和推理。论证呢，就是从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理达到我们想要得出的主张啊。由于我们现在是闭关修炼逻辑学的内功啊，我们之前练外功的时候叫做主张的，我们在学逻辑学的时候就叫它结论啊。其实这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啊。因为现在是我们要说服自己啊，主张对他人而言是预设的，而结论对自己而言则是不是预设的。然后呢，中间这个分歧线，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因为这是关起门来修炼内功嘛，就没有他者了啊。虽然我们讲这个内外功兼修啊，但是咱们学习基本功的时候啊，就控制变量，分科治学。我们闭关修炼就暂时不考虑自我与他人的分歧了，我们只修炼逻辑基本功。所以呢，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啊，论证的3要件就是前提、结论以及连接前提和结论的这条箭头也就是逻辑推理过程。这个前提和结论其实特别容易理解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什么，用前提推出后者。这里的因为什么什么后面跟着东西就可以大致理解为前提，这个所以什么什么后面跟着的东西就可以大致理解为结论。总之呢，结论就是你的论证目标，而前提呢，就是为了达到你的论证目标，你要用到的理由和证据。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想劝阻你的好朋友入股一个股票因为你知道这个股票的一个内线情报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明天就会有一个惊天大丑闻被多家媒体同时曝光那有了这个情报呢，你知道明天股票肯定会大跌特跌。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脑海里面其实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推理：前提一是，如果公司老板明天被曝光丑闻，那么明天股票就会大跌。前提2是，公司老板明天就会被曝光丑闻，所以结论就是明天股票会大跌。论证完毕。我们看我们把一个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的思维给它用这种形式化的方式严格的表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有2个前提，然后呢，由这2个前提推出一个结论。那这个论证呢就很直接，一步到位。此外呢，我们也可以有比较复杂的，就是不止一步的论证在这个复杂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先有一些前提推导出初步结论，然后呢，再把这个初步的结论呢转化成新的前提，推导出下一步的结论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外功招式模块中跟大家介绍过的连锁论证，或者叫做多步论证。这种论证呢，在逻辑学的教科书里边一般叫做复杂论证我们还是沿用刚才的例子假设你现在想论证的不仅仅是明天股票会大跌，而是想论证你应该立即劝阻你的朋友别买这只股票，那么你就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论证。前提是，如果公司老板明天被曝光丑闻，那么明天股票会大跌。前提2是，公司老板明天被曝光丑闻。那由前提1和前提2就得出了初步结论，结论1，所以明天股票会大跌。这时候呢，再引入前提3，如果明天股票会大跌，那么你应该立即劝阻你的朋友别买这只股票，因此得出最终的结论2，你应该立即劝阻你的朋友别买这只股票。论证完毕。在这里呢，这个论证就不是只有一步了，而是有2步我们第一步呢是先论证明天股票会大跌，然后呢把这个当成一个垫脚石或者中转站，去论证我们真正想得出的最终结论也就是你应该立即劝阻你的朋友别买这只股票。所以呢，要想得出那个垫脚石的结论呢，我们就需要2个前提，而想要得出这个最终结论呢，我们就需要把之前那个垫脚石结论当做我们的前提，然后再使用一个新的前提，也就是前提3，得出我们最终想得出的结论这就是一个2步的论证。其实在专业的逻辑学中我们一般不说这个论证分几步，而是说这个论证的高度是多少我们一开始那个1步的论证呢，其实专业点来讲就是说它的论证的高度是1，而我们这个像后来这个相对复杂的论证呢，它的论证高度就是2。我们一步步把简单的论证组合起来，组合成高度更高的复杂论证，最终就可以论证出更复杂的结论。关于这一块的更多内容呢，我们会在后面的复杂论证和论证术的内容中专门来讲。我们说回来介绍完前提和结论，我们来看连接前提和结论的推理过程，这就是这个论证所使用的逻辑规则。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之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如果公司老板明天被曝光丑闻，那么明天股票会大跌，
与公司老板明天被曝光丑闻这两个前提推出明天股票会大跌的结论一啊，其实就是应用了一个我们后面会介绍的肯定前件的这么一个推理规则啊。所以呢，其实除了前提与结论啊，每一个论证都还会有一个配套的推理规则。在下一讲呢，我们就会开始介绍这样的推理规则。但在这一讲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更加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怎么样判断一个论证是对的。那就需要考察一个论证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怎么判断一个论证是对的？简而言之呢，就是怎么判断一个论证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好的还是差的。这里的论证的好坏啊，可能和大家的直观理解不太一样啊。比如说这个论证呢，前提一是，如果一个人是男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戴着粉色帽子的乌贼。前提二是，夏先生是一个男人，结论就是夏先生是一个戴着粉色帽子的乌贼。这个论证呢，大家一看就会觉得是完全荒谬的论证，而且大家很快就能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就这个前提一肯定是错的，对吧？如果一个东西是男人，那么就说明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乌贼呀，因为人就不是乌贼呀。但是呢，在逻辑学上啊，这个论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的论证，就是它正确的应用了推理的规则，也就是说至少它是符合逻辑的。这就像什么呢？我们这里通过一个类比论证来说明一下啊。这个类比论证我们后面有一讲会专门讲啊，这里我们先用一下。这个论证的结构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们家的自来水供水系统。论证的前提呢，就是这个供水系统的供水口的进水流进供水口的水源，而推理的规则呢，就是这个连接着供水口和水龙头的水管管道，而论证的结论呢，就是从你们家厨房的水龙头里边流出来的自来水。现在呢，我们想让水龙头里面流出来可以直接饮用的干净的自来水，我们需要保证什么呢？我们需要保证两点。第一呢，就是你这个水管管道的连接是对的，不能漏水。第二，供水口里面必须供应经过处理的干净的水源。同理，我们想要确保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呢，我们也需要保证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你这个论证的推理规则不能出错，也就是水管的连接对了，没有漏水。第二，你的这个论证所要用到的前提必须都是真的，也就是流进供水口的水源是干净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说这个论证有三要件：前提、结论和推理规则。你想要得出的结论是对的，就需要保证其他两个要素都是对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结论是夏先生是一个戴着粉色帽子的乌贼的这个论证啊，显然啊，它的前提一是错的。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能说明这个供水口的水源就是不干净的。但是呢，这个论证啊，它有个优点，就是它的推理规则是对的，就是它的水管管道都连接得很严实，没有漏水。我们把所有采用了正确的推理规则的论证叫做 valid 有效的论证。一个有效的论证就是说呢，这个水管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只要供水口进水，那么水龙头就能100%的出水。那我们就说这个论证至少是有效的。但是呢，我们做论证啊，不单单是要考虑水管滴水不漏，肯定也要考虑这个水源是干净的，对吧？否则我们就无法保证水龙头里面流出来的水是干净的。套用计算机科学界的一句话说，就是垃圾进垃圾出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意思就是说呢，输入的信息不对，你这个计算模型再好也没用。这个水源是否干净，这个输入的信息是否正确，也就是要考察前提是否为真我们之前也提过衡量论证的逻辑推理过程是否正确叫做有效性 valid， 而衡量前提是否为真就叫做真实性 true。如果一个论证它不仅逻辑推理的过程是有效的，而且前提也是真实的，那我们就说整个论证就是可靠的 sound， 或者也可以翻译叫做健全的。这就是既满足了这个水管滴水不漏，也满足了这个供水口进了干净的水，那么它从结论这个水龙头里面流出来水就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好，讲到这里呢，现在我们判断一个论证最终是否是可靠的论证，就可以给出一个3步走的步骤了第一步，识别出前提和结论当然这个第一步呢，就是要求你把一个论证写成形式化的表达也就是写成前提1、前提2、结论1、结论2这种形式这样就识别出前提和结论了嘛。然后第二步，判断推理是否有效，是否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是否避免了逻辑谬误。那最后一步呢，我们就要判断论证是否可靠了。这一步呢，我们就需要看论证的所有前提是否都为真，要都为真才行也就是每一个供水口的进水都是干净的才行。只要有一个供水口进的水不是干净的，也就是只要有一个前提为假，那么这个论证依然不是可靠的。这里我们要注意
就是为什么这个判断有效性在判断可靠性之前一步呢？就是说呢，如果第二步我们判断这个论证是无效的啊，也就是犯了逻辑谬误，那我们就无需考察第三步了啊，就可以直接判断这个论证不是可靠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一个论证不符合逻辑，那根本就不用考虑它符不符合事实了，它肯定就是错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3个论证啊，来做3个应用题，然后你来判断一下这3个论证是不是有效的，以及是不是可靠的。第一个论证，当然这个篇幅有限啊，我已经替你完成了第一步了，也就是整理成了形式化的表达了。前提一是每一个独生子女都没有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前提二是王思聪是独生子女。结论是王思聪没有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好，我们已经识别出了前提和结论了。那第二步呢？我们就要判断这个论证是否有效，也就是他所用的推理规则是不是对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假设这个前提都是对的，那有没有可能结论是错的呢？我们发现不可能，每一个独生子女都没有同父同母的亲哥哥。那么作为独生子女，王思聪当然就没有亲哥哥。所以呢，这个论证是有效的。好，现在我们进入第3步，判断这个论证是否可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分别看这2个前提是不是都为真。王思聪的确是独生子女，而只要是独生子女呢，根据独生子女这个概念的定义，独生子女确实没有亲哥哥，所以这2个前提也都是真的。因此呢，这个论证不仅是有效的，也是可靠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第2个论证啊。前提一是每一个独生子女都没有同父同母的亲哥哥。那前提2是鲁迅是独生子女，结论是鲁迅没有同父同母的亲哥哥识别出这个论证的前提和结论以后，我们先来判断它是否是有效的，也就是它所用的推理规则是不是对的。这个推理和上一个推理一模一样所以推理规则没问题，这就代表这个论证是有效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论证，因为这里有一个前提是假的，也就是前提2。鲁迅呢，其实并不是独生子女，我们至少都知道鲁迅有一个文学家的亲兄弟叫做周作人，对吧？所以呢，有一个供水口进了不干净的水，那么整个论证就不是可靠的。好，我们来看第3个论证。前提一是只要一个人好好学习了，他就有钱。前提2是王思聪有钱。结论是王思聪好好学习了。这个论证我们发现他所用的推理规则都是不对的假设这个前提都是真的，就算只要一个人好好学习了，他就有钱。这只能说明好好学习是有钱的充分条件，而不是说好好学习是有钱的必要条件。因此你告诉我王思聪有钱，从逻辑上并不能推出王思聪就好好学习了呀，对吧？这个推理规则就是错的，这个水管就是漏水的。所以呢，只要我们判断这个论证是无效的，就无需进入第3步去考察这个前提是否为真了，就可以直接判断这个论证不是一个可靠的论证了。好，介绍完这3个应用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做对了呢？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一讲呢，我们介绍了论证的3要件：前提、结论和推理，也介绍了判断论证的2个标准：有效性和可靠性。有效性要求推理规则是对的，而可靠性要求推理规则和前提都是对的。这一讲呢，算是逻辑学的一个导论到下一讲呢，我们就开始介绍逻辑论证的2种方式中的第一种——演绎论证。我是夏栋，论证与说服，我们下一讲再见。以上是我最新制作的这个付费课程《论证与说服50讲》的这个课程视频现在已经上架售卖了我们把这一讲以及未来可能其他几讲的付费视频免费发出来了。一呢，是为了给喜欢白嫖的同学有个大概能有一个5、6、7讲的白嫖机会。二呢，是告知想要学习论证与说服的朋友知道咱们开了这门课了，课程链接就在置顶评论或者小黄车里面欢迎你也加入进来，一起学习论证与说服的技艺。感谢。